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陈哲远更换女主速度堪比换壁纸，玉婷瑶刚杀青，浮生剧组调整妆容，与王楚然互动超甜。2026年的这个夏天，陈哲远大概是内娱乐圈子里最忙的人。前脚刚在玉婷瑶里演完克制的帝王，后脚浮生的片场花絮就把热搜搅得火热。这种无缝衔接的节奏，硬是把一个男演员的职业生涯拉出了急速过山车的感觉。先的说说刚刚播完的玉婷瑶，这部剧的结局，表面上看该有的牌面都有了。剧情里因寡丽孟庭辉位后，中间放手让他离开，熬了3年，终于来了个江山未聘，亲自把人接回来。这套词听着相当唬人，颇有点古典浪漫主义的架势。可真金白银掏了时间追剧的观众给出的评价相当扎心，江山圆满，心动未满。毛病出在哪？出在那种强行凑数和主次颠倒的操作上。谁能想到一部剧的大结局，最后10分钟居然能拿已经播过的片段来回放？更离谱的是戏份分配，尹清战死，狄念下线，这些情节轮番上演。副线人物把舞台占得满满当当，主线 CP 反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快没了。观众等了那么久的重头戏，最后就看了个寂寞。有较真的观众掐着表算了算，陈哲远在某几集里的出场时间满打满算也就3分46秒。堂堂一个男主，硬生生被剪成了转场专用帝王，说是镶边都抬举了。平心而论，演员在这部戏里真没偷懒。陈哲远把英寡那种帝王该有的风骨和克制拿捏得挺到位，吴谨言演的孟庭辉也确实透着股隐忍不屈的劲儿。两人都在努力往角色里钻，奈何剧本和剪辑实在太飘。演员在镜头前再拼命，也补不齐剧情里被挖空的大坑。不过内娱的规矩向来如此，一部剧的憋屈，总有另一部剧来补。观众在玉婷瑶里没尝到的甜头，转头就在浮生的路透里吃撑了。浮生剧组放出来的夜间片场画面，画风和那些端着架子营业的剧组完全两样。陈哲远套着一身民国军装，王楚然打扮的温婉素雅，两人在走戏的空档根本闲不住。陈哲远抬手就去捏王楚然的脸，捏完还要笑着调侃一句脸上沾了粉底液。对面的王楚然显然也不是吃亏的主，直接抬手挥拳就捶了回去，一来一回打闹得毫无顾忌。最逗的是王楚然这个地道的山东姑娘，力气丝毫没藏着掖着。有一场戏硬是把65公斤的陈哲远直接推出了取景框，惹得旁边的工作人员笑弯了腰。这种镜头外的烟火气，往往比正片里那些找准角度打满柔光的工业糖精管用得多。观众眼睛多尖啊，演员之间是逢场作戏的尴尬，还是真能玩到一块儿的松弛，一个眼神就能看明白。而且这段捏脸的戏码还别有洞天。早前浮生拍古装戏份的时候，两人就曾有过同样的捏脸互动。古装时空捏了一次，到了民国时空又来一次。这种跨越2个时代的同款小动作，直接把宿命感拉扯到了极致。熟悉原著的人一眼就能明白其中的妙处。说到原著，浮生的底子确实足够厚实。这部剧改编自沙罗双树的《浮生物语》，爱奇艺直接砸了 S 家的资源来做东方奇幻，玩的是古风和民国双线叙事。陈哲远拿到的角色敖赤是个狠茬，本体是幽子恶龙，也是东海龙族的嫡长孙，到了特定的时空线里就成了民国少帅。这人平时桀骜冷硬，唯独对女主动了凡心。王楚然演的沙罗则是个在伏龙山巅诞生的千年树妖，在人间开着甜品店当老板娘，贪财毒舌又精明市侩，靠着一杯叫浮生的茶听世人讲故事。这种桀骜龙子配清冷树妖的设定，外加战国、唐、宋、
民国一路纠缠下来的缘分，剧情张力天然就立住了。比起现在市面上那些看开头就能猜到结尾的快消式古偶，敖赤和沙罗之间这种跨越千年的双向救赎，底子显然要厚实得多。之前被人拍到的一场天台求婚戏，更是直接把期待值顶到了天花板。陈哲远拿着戒指求婚，王楚然主动迎上去接吻，紧接着就是男方紧搂着女主的深吻。配上原著里敖赤那段嚣张至极的求婚词：第一，除了我没人要你了；第二，除了你也没人能要我了；第三，我爱你。这种带点痞气又死心塌地的路数，确实很对当下观众的胃口。回过头看看陈哲远这2年的轨迹，从偷偷藏不住里的段嘉许爆红，到一笑随歌仙剑寺稳住阵脚，再到如今英寡和敖赤的接力，他似乎摸到了一套很聪明的生存法则。好演员的续航能力，从来就得靠一个接一个的角色去填。遇到玉婷瑶这种剪辑稀碎的局，就稳住自己的表演不拉胯，把该有的帝王风骨留住。遇到浮生这种班底和对手都对位的局，就甩开膀子把真实感拉满。片场里沾着的粉底液和挨的那几记实心拳头，远比热搜上那些空洞的词条来得生动。能在不同剧组里随意切换状态，还能把每一场戏嚼出点味道来，这才是内娱男演员该有的基本功。